大眼睛你就看见了，那么大的车，我要坐前面。哇，你不是吧？吓得吐了啊！你吐归吐啊，别吐到我车上啊，老大，我爸会骂我的。都是你不好，怎么了？跟人吵什么？看他们的样子，还不知道是不是黑社会。我还认识很多黑社会呢，要不是你们刚才都拉着我，我得找人来打他们一顿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刚才被那些臭小子气死我了。下次再见到他们，打得他们像猪头。又是他，怎么？又是你们几个混蛋？笑什么？信不信你出不了深水埗？哇，这么凶啊！我还真不信呢。你找死啊！我的车啊！怎么样？单条一起上，单条是单条。快过来帮忙啊！看什么？帮忙！帮忙！还能打车？住手啊！哎，住手！他晕了。打！所就在那边。别动！举起手来！举起手来！已经没戏了。麻烦麦喂，怎么样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们的 client 叫罗炳熙，他和另外4个朋友涉嫌殴打他人致死，其中3个是他的好朋友，大家都是富家子，都是大学生。其中1个叫邱文礼，已经请了蒋伯奇做代表律师，其余那2个也请了蒋伯奇的徒弟，其中1个是 Rita 陈，一个是 Robert 林。哦，那还有一个呢？剩下那个家庭背景呢，跟其他4个不一样，他出身草根家庭，是个无业游民，而且还有案底。他们5个打球认识的，可以说是球友，但不算深交。他找了法援律师帮忙，所以应该跟蒋伯奇没有关系。难怪罗先生不找我帮忙，原来请了王大壮你。不过我也想到了，罗先生和马先生是好朋友，马先生一定在他面前大力推荐。 5个被告，其中3个都找了你和你徒弟当代表律师，你以为司法界真是你一个人呐？哼，你也在这儿？是，差点不认识你了。今天没那么邋遢了。是，听说你们在谈恋爱？2位的 style 这么极端，以后有 case 不知道应不应该找你。适配，蒋大壮这边，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这对这么不同 style 的 partner 在一起是多么的有威力。来，罗大强，一五一十把真相说出来，怎么样？阿 Sir， 你现在告我们什么呀？是那家伙先动手的，我们只不过是自卫啊，难道自卫不行啊？住嘴好不好？问你什么答什么。Sir， 为什么要我儿子住嘴呀？香港是有言论自由的。臭小子，简直害天害人！有空帮老爸赚钱不好吗？啊，惹了这么大的事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什么是他凶我了吗？我只是回敬他嘛。凶人也要看情况嘛。你老爸也整天凶人，怎么不见你老爸有事呢？住嘴！然后呢？那家伙一直打我们，我被迫还手的，我们也不想我们要用同一策略，从现阶段开始，首先叫所有的 client 不要说话，啊。蒋大壮，你这次真要帮我儿子才行。你放心，你儿子不会有事的。但是你要听我的指示去做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我的提示，不要说话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一会儿进了口供房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，要有我或者是罗大壮的指示，才能回答警员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当然，你可以把你见到的事实照实回答。Excuse me。我想先跟你沟通清楚，我不想我们2个在克莱恩面前口径不一致，这样他会对我们没信心的。你觉得我刚才跟克莱恩那么说有什么问题？平时可能没问题，但是这次这个 case 是群殴致死的谋杀案，当中涉及5个年轻人，看来5个都会被立案起诉。这类型的 case 你也打过了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互相推卸责任。 Exactly。蒋伯奇不是个善男信女，
我不想在我们知道他用什么策略之前，就毫无防备的掀起衣服让人看，这样对我们很不利的。所以现阶段，我觉得我们的 client 应该保持缄默，这样对他来说才最有利。也对，谨慎一点，始终不会错。我对你的处理不反对。Good。根据死者的验尸报告，死者是因为心脏受到重击，导致心肌受损、心律紊乱、停顿而死的。不过基本上他全身都是伤痕。刚才从停车场闭路电视录影带里面看到，5个被告都有份殴打死者，这样很难确定是谁造成死者心脏停顿的。死者倒在柱子后面之前，很明显还有反抗的能力。在法庭上呢，可以设定当时他还没有受到致命的重击。致命的重击应该是从他摔倒在柱子后面才发生的。但是柱子后面的情况我们已经看不到了，这样就要靠那5个被告之间的证供判断。从法律观点去看，根据录影带的情况，用死者倒在柱子后之前所发生的事去控告5位被告谋杀的话是很难成立的，因为这次是一次偶发性的冲突，5个人都没有预谋去杀死死者，但是5个人都会被控误杀，而且罪名成立的机会还很大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去证明，当死者倒在柱子后之后，有人还不断的殴打死者，但是有人却已经停手了，再继续不断殴打死者那个人就会被控谋杀，因为当时死者已经倒地，也没有反抗的能力，再继续打他的话就是蓄意的行为，是谋杀。但是相反，已经停了手的人就只会被控伤人，因为死者倒在柱子后之前并没受到致命的重击。那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到底我们的 client 在死者倒地之后有没有继续攻击死者。等明天过了堂之后呢，要详细向他了解一下，才可以定出上庭的对策。罗秉熙，我要你认真的回答我，在停车场，死者倒在了柱子后面之后，你还有没有继续打他？你想清楚再回答，因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当时喝了很多酒，我真的记不清楚了。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当时很混乱，我真的不知道会弄成这样的。我也不想打架啊，我长这么大从没有打过架，我不知道打架会打死人的。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不会打他。你先冷静点，不要紧张。你说你打过死者吗？但是在死者倒在柱子后之前发生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如果你在死者倒在柱子后之后你还打他的话呢，就是谋杀了。但是如果在那一刻你已经停手的话，那就是说你只会被告伤人而已，两者之间的分别非常的大，你要记住这一点。你明白我说什么对吧？你要想清楚再回答，到底你是谋杀还是伤人？开始我是打了他几下，但是后来死者他倒在柱子后面，我就停手了，我没再打他了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是谁继续打死者？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朋友继续打死者？还是他们已经像你一样停手了？但是有人停手了，有人没停手。如果你想我们帮你，你一定要说实话，给假口供，后果可能更严重。秉熙，之前你对我们说过，除了何大强之外，其余那3个被告都是你的好朋友，你们几个认识了很久，感情很好。至于何大强呢，只不过是你们几个在街上打球认识的嘛，你和他根本就不熟。你们几个从来没有想过要主动惹事，只不过是何大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死者，要不是何大强的话，你们几个根本就不会弄得像今天这样。所以到了最后，是不是何大强他杀死死者呢？是不是你们4个已经停手的时候，何大强还不断深深不忿，还是一直打死者，直到死者昏迷为止？是，我看见何大强一个人继续打死者，一直打到他昏迷。我有话跟你说，Sir，麻烦你。你刚才在里面干什么？你分明就是引导罗秉熙在编口供。罗大壮，虽然我们是 partner， 但是你这么严重的指控，用来开玩笑也好像有点过分吧？哇，你这种态度，那就是你早准备跟我翻脸了。也就是你明知道我会反对，你还一意孤行。
就算知道你自己做的有多不对，但是为了赢官司，你也选择去做了。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是绝对公正的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蒋伯奇和他的徒弟已经连成一线，准备在法庭上加工任何对他们不利的一方啊。哦，原来你和蒋伯奇有了默契。你们要使其中一个被告当替罪羊，让你们代表的那4个被告可以脱罪。那不用问了，你们的替罪羊就是没钱、没背景的何大强了。整件事是那个何大强挑起的，这个悲剧他应该负全责。如果5个人都有份打死死者，那何大强背负他的误杀罪是应该的。但如果我们要他一个人扛起所有打死人的责任，他的罪名是谋杀。两者之间的分别有多大？不用我教你了吧，王大壮。那个何大强是古惑仔出身，有案底的，在警局里你自己也看见了，他杀了人之后毫无悔意。这种人坐牢的话，对社会没有任何损失。但是秉熙不一样，他是一个硕士生，他品学兼优，孝顺父母，是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。只不过他这次误交损友，才弄成今天这样。他那几个朋友也是一样，都是有为青年。我相信他们几个经过这次的教训之后，一定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将来，不会再让自己走错路了。说不定将来还会很努力的回馈社会呢。为什么你就不能给他们一次机会？为什么你非要他们给那个何大强陪葬呢？什么叫陪葬？你不是法官，更不是上帝，谁值得救，谁不值得救，轮不到你决定。如果罗秉熙有份杀人，他就应该负起他的责任，就这么简单。其他什么都是废话。现在罗秉熙才是我们的 client， 不是何大强啊。如果我们非要跟奖状作对的话，他们师徒3个就会加工秉熙，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秉熙跟何大强身上。到时候秉熙同样是牺牲品，这样对他就公平吗？要不偏不倚帮罗秉熙打官司，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绝对不可以给自己借口，向没有公义的势力低头。PK 他卑鄙，你就要跟着他吗？你还算什么大律师？再这么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现在我们的 client 在里面等我们，我们跟我们的 client 谈完再说吧。不说清楚，我不让你进去再错下去。你不要忘记，我要向罗先生他负责的，你只是 second chair。我现在就要进去，你可以不用。被告何大强、邱文礼、罗秉熙、殷宙、殷宇被控于本年5月30号于深水埗地区殴打男子王子健，导致其伤重死亡。现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控告5名被告谋杀罪名。我的当事人何大强在案发当晚喝了很多酒，在死者挑衅之下做出打斗行为。我的当事人是连同本案其余4名被告一起参与殴斗，当时情况极为混乱，根本不知道谁是杀死死者的主凶。我的当事人在酒醉状态之下根本无心杀人，所以这起事件最多是群殴导致的误杀，而非谋杀。法官阁下，各位陪审员，刚才第1被告的代表律师所说的供词与事实有所不符。我的当事人，也就是第2被告，在死者倒地之后已经停手了，没再殴打死者，唯独是第1被告何大强没有停手，在死者倒地之后继续拳打脚踢，粗暴地殴打死者，直到他没有反应为止。所以我的当事人没有谋杀死者，也没有误杀，他只是曾经参与殴打死者，所以我当事人犯的只是伤人罪。看见你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如果我要你现在退出，不再跟蒋伯奇同流合污，你肯不肯？第3被告代表律师，你们可以发言。我答应了秉熙的父母，一定要帮他打赢这场官司，这个决定我不会改变。第3被告代表律师，轮到你们发言。法官阁下，我是第3被告罗秉熙的代表律师之一。由于我跟我合作的律师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，我不能跟随他的意思去做，所以在这里
我向法官阁下提出，我要 discharge 自己，不再代表我当事人。由于本案临时出现变故，本席现在宣布暂时休庭，所有控辩双方律师全部留下。罗大壮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呀？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决定。你说你与王大壮达不成共识，所以要 discharge 自己，这种事不应该自己私底下解决好了再上庭的吗？就算达不成共识，你也可以在上庭之前自己退出啊。为什么要选择在法庭上面这么做？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。在我上庭前的最后一刻，我还在尝试接受王大壮的指示，但是刚才我发现我做不到。罗大壮，你作为大律师，应该明白这么做会影响很大，整个法律程序可能要重新来过，浪费法庭的时间，浪费纳税人的金钱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会影响你自己啊！我知道我今天这么做，以后再没人敢找我打官司，但是最起码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和良心。本席虽然不同意你的做法，但是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你用自己的前程来换取自己的原则。本席现在批准你的辞呈。谢谢法官阁下。不好意思啊，罗先生、罗太太，我昨晚加夜班来晚了，要你们等我。其实这次我叫斯月约你们来呢，是想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怕那罗大壮他辞职的事情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件事绝对不会影响丙烯的 case， 而且我也想到一个新的方法打这个 case。Chris， 其实今天不是我约罗先生他们来的，是早上2位打给我说想跟你谈一谈。王大壮，这段时间呢，很谢谢你帮我们丙烯打官司，谢谢啊。罗先生的意思是，不代表我对王大壮你的能力有质疑，而是罗大壮这么辞职呢，难免法官和陪审团会对你们质疑，这样对我儿子非常不利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适合再代表我儿子。罗先生，我之前做那么多事，也是想帮丙烯打赢官司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们也是。王大壮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不能让丙烯有事的。好了，我们先走。不好意思，拜拜2位，拜拜。Chris， 没了一个官司而已，是什么都没了，感情没了，声誉没了，现在连事业都没了。